他叫拉古斯，是流放的邪恶天使，拥有着恐怖如斯的力量，被赫兹拯救，成为了他的手下。看到自己的 CP 好友被打倒，贝吉塔怒气急剧上升，他再次突破变身深蓝，利用可以秒杀托波的实力攻击卡米奥莲。悟空强撑着身体默默为他加油，但拉古斯依然不肯放过倒地的悟空，他再次利用晶石攻击，幸亏特南克斯及时出现，不然悟空的下场真不好说。悟空连碰都没碰一下的拉古斯，竟然被特南克斯击中，并且打得他娇喘不断。突破后的贝吉塔果然实力非凡，将卡米奥莲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贝吉塔的内心是要将他彻底打倒，他发出终极闪光。虽然卡米奥莲使出全力抵挡，但是在绝对实力面前，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。合体的两人被打散，赛亚人王子并非浪得虚名。扎马斯虽然不是吉连的对手，但是他拥有不死之身，也是个难对付的人物。拉古斯不再直接攻击特南克斯，他要从地下攻击。悟空知道这相当厉害，及时将特南克斯推开，但自己却惨遭攻击。悟空被万箭穿身，特南克斯眼睁睁看着，却束手无策。赫兹看到拉古斯无法解决掉悟空，命令他前往第三宇宙支援康巴，他要亲自解决掉悟空。赫兹通过读心术知道他并未释放全部力量，他要激发出悟空的最强形态，再与他对战。看到他狂妄的样子，悟空非常气愤，变身超级赛亚人上前攻击，但是却瞬间被他的超重力击倒，连特南克斯和贝吉塔也被击倒，完全无法站立。就在赫兹打算灭掉他们的危机时刻，时空通道突然打开，地区宇宙骄王神出现，将大家带走了。扎马斯认出了骄王神，他们打算前往地区宇宙收集能量，正要攻击他们的吉连，却被赫兹利用魔方将他困住，完全无法动弹。赫兹刚到地区宇宙，悟空已经在恭候大驾，废话不多说，全部提起上前攻击。贝吉塔再次对战卡米奥莲，比克利用自己的特长伸长手臂将卡敏锁住，不料他却像个虫子一样逃出了比克的缠绕。而悟空多次攻击赫兹，却连他的身体都无法碰触，依然不能突破他的超重力。而蜉蝣一直坐在实验室看着他们的战斗，为了实验收集数据，他改造了金属古拉，正在第三宇宙和康巴激战，两人打得异常激烈。虽然改造成了金属人，但依然不是康巴的对手。他极力提气，变成黄金金属古拉，身体充满力量。康巴发出气功弹攻击，但是没有任何作用。他瞬间来到康巴面前，一拳击中他的腹部，被打背后依然紧追不舍，不断击打着康巴。他丝毫没有还手之力，再次发出气功弹将他打倒。经过改造后的金属古拉果然力量暴增，他一次性发出3个能量弹，要彻底解决掉康巴。就在发射的瞬间，脸部的金属装置因为无法承受这么高强度的能量，突然爆炸，但他依然将攻击发了出去。剧烈爆炸之后，他捂着脸急忙逃走了。康巴虽然不服，但还是身受重伤。地区宇宙依然在激战，为了快速收集能量，大 boss 赫兹要亲自动手。而悟空他们能否战胜赫兹，保卫家园呢？只见他手掌轻轻一挥，悟空完全被控制，瞬间来到他的面前。这个人就是赫兹，拥有着恐怖如斯的力量。他培育的宇宙之种可以造出全新的宇宙。在这场激战之中，悟空再次突破，变身自在极攻。而他所率领的地区宇宙能否抵御这伙强敌呢？高手之间的对决往往不需要太多的交流。为了激发出悟空更多的能量，赫兹控制身体的力量与他对战。贝吉塔看到误认为最强大的 BOSS 就这点本事，赫兹故意领先悟空一招，被打得节节败退的悟空怎么甘心被他压制？他极力提气，变身超蓝，强大的气场摧枯拉朽。不过越强悍，赫兹越高兴，因为他需要激战产生更多的能量，培育宇宙之种。两人再次激战在一起，虽然面对的是超蓝状态，赫兹依然游刃有余，将悟空玩弄于股掌之中，连他发射的能量弹，赫兹都可以控制。突然转变方
另一只手将他抓住，他紧紧握住悟空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悟空突然闪现银光，他再次突破变身自在极功。而接下来，悟空能否击败这头怪物呢？魔方突然炸裂，赫兹终于和宇宙之种融为一体，他后背出现6个彩色犄角，扎马斯迫不及待的融合，下一秒就会让他怀疑人生。赫兹第一个消灭的人就是他，因为已经将这个不老不死的神利用完了，他要开始展开对神界的屠杀行动。他是赫兹制造的怪物，因为吸收了宇宙之种，体型变得巨大无比，而他的暴击让悟空彻底愤怒，再次突破变身自在极功。看到悟空狂妄的样子，这头怪物开始击出重拳。自在极功的奥秘就是身体可以自由做出反应，无需经过大脑的思考。对于他现在粗笨的攻击，悟空很轻松就可以应付。倒在地上的众人站立起来，赫兹和扎马斯也在天空上方看着。怪物突然发出巨型嘴炮，悟空轻松抵挡，大喝一声，将嘴炮再次推向他，不给他任何反应时间，瞬间来到他的身边，朝他一顿暴击。但他毕竟拥有宇宙之种的力量，不会被轻易打倒。他再次发射能量弹，悟空没有及时躲开，被攻击完全击中。怪物大笑，以为将悟空消灭掉了，殊不知他满血复活。经过他的攻击，悟空达到完美自在极功状态。赫兹看出了这是神的力量，两人试探结束，众人展开激烈对战。由于体型巨大，卡妙莲的动作也是变得异常笨拙。贝塔等人也加入战斗，助悟空一臂之力。我是主角，你们通通让开！他发出鬼派气功，正中他的能量源，将他击出裂纹。悟空乘胜追击，这一拳将他彻底打裂，而他整个人轰然炸裂，变成了一块块碎石。这场爆炸威力巨大，悟空再次体力透支，但是他有并肩作战的好兄弟，这就是他力量的源泉。而卡妙莲的牺牲，赫兹不会有丝毫心动，因为他们只是他实现野心的棋子。为了加快力量的收集，赫兹将宇宙之种移入了卡妙莲体内。在和悟空激战过后，他集齐了所有能量，现在可以将这股力量合二为一。看到赫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扎马斯也是非常高兴。50个魔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，简直就是俄罗斯方块大集合。组合完成，赫兹完全消失了。在他融合完成之前，众人想要将他消灭掉，扎马斯竟然拼尽全力保护赫兹，而他的目的很简单，只想利用赫兹灭掉拳王，然后他就会消灭全人类。赫兹让他加入自己的战队，绝对是个正确的决定。到现在都不知道赫兹只是为了利用他。他再次展开行动，将众人一顿暴击。因为刚刚的战斗，悟空吃力的与他对战，最终依然不是他的对手，被他用其拿手制服。悟空痛苦难当。就在这危机时刻，天空一声巨响，接连掉了下来。二话不说，朝扎马斯一顿猛攻。就在他要反击的时刻，时间突然停止，希特出现。接连出现这么多高手，扎马斯惊讶不已，一拳将他打飞。原来是帝王神安排他们消灭这群敌人。龙珠超最强3人组同时出动，竟然连扎马斯的毛都没碰到，被一群强大的气场推了出去。看来赫兹终于融合成功，看情况不妙，悟空让大家赶紧躲开。魔方从内核开始爆炸，瞬间破碎，而赫兹就在宇宙之种里面。待金光消失之后，赫兹终于融合成功，宇宙之种的光附着全身，后背长出6个金色犄角。而他完成合体的第一件事就是消灭为他鞍前马后的扎马斯。扎马斯带着完全不敢相信的眼神离开了这个他厌恶的世界。弑神者赫兹终于拥有了强大的力量。接下来，悟空他们将会迎来一场恶战，但到底能否消灭他呢？